一命二运三风水，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。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之命理讲堂。今天小酱之主要给大家讲讲长寿纹在手能活99。从人的手纹可以看出很多问题，比如说一个人是否有疾病，身体哪方面需要保护，可以通过健康程度看出一个人的寿命有多久。那么哪些人寿命长，哪些人寿命短，我们应该从手纹的哪个地方看呢？今天小酱汁就和大家说说。一、通过手纹看寿命。一、看生命线。从手相看寿命，第一，我们可以先观察生命线。一个人生命线的长短并不一定就代表着寿命的长短，我们是可以从生命线的形态看出一个人的身体健康状况如何。也可说，一个人生命线的长短并不直接代表着他寿命的长短，但是可以看出一个人生命体质的强弱。如果是生命体质比较弱的人，相对身体状况就会差很多，对寿命肯定也是有影响的。二、看线纹的颜色。在手相中，对于手中掌纹颜色的判断也尤为重要。就比如说，一个人手中的皮肤，如果是掌纹清晰可见，色泽红润者，则是一个富有生命力和活力的象征。这样的人身体状况是比较好的。如果掌纹比较苍白暗淡的情况，则是说明这个人的身体状况可能出现比较严重的问题，那么自然也就无法长寿。三、看掌纹的走势。在一个人的手掌当中，纹路的特点可以展现出来一个人的运势变化。大多数的掌纹不清晰，或者是运势很差的话，那么这个人的身体健康状况肯定会受到影响，而且事业运和财运也会出现下滑。因为你没有一个好的身体状况，那么是无法正常完成工作的。一个疾病缠身的人，自己的精力也不能够很好的集中去专注的做好一件事情，这样会给你带来很大的心理压力，这样对你的身体状况是更加不利的，严重影响了寿命的长短。二、短命的手纹特征。一、健康线下垂碰到生命线。手相中的健康线，顾名思义是关系着我们身体健康的纹路。如果你手中的健康线下垂且碰到了生命线，这样的手相说明你的健康运势也非常不好，容易早逝短命，也容易因为健康方面的原因死于非命。其实有健康纹的人并不健康，而是因为健康出了问题，会出现健康纹来预警。二、生命线中间有缝隙。一般来说，生命线的纹路是连续的，不是断断续续的。但有少数人手相中的生命线就不同了，有一些人手相中的生命线出现了中断的情况，生命线的纹路中间有缝隙，后面又连上了。这样的生命线代表着一个人的身体健康不佳，断裂的位置代表对应的流年。这一年会遇到大的灾难，充满了破坏力，更暗示着一个人的寿命不长，容易早逝。三、生命线末端有流苏纹。如果你生命线的末端位置出现了很多分叉的小细纹，如同流苏形状的一般纹路，这样的生命线也是十分不吉利。根据手相学的说法，生命线有流苏纹的人是一个健康运势非常不好的人，他们的身体机能会急速衰退，对身体健康非常不好，时常还容易出现头晕、脑胀、胸闷的情况，长久下去必定会猝死。因此，这样手相的人要立刻改善自己的饮食、作息，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，否则则容易短命早逝。四、生命线很短。从手相中看寿命的长短，就离不开对生命线的分析。因为生命线的长短好坏，如果一个人手相生命线很短，或者线形很细，甚至生命线断断续续，有时候甚至看不太清晰，纹路也十分不清晰，那么生有这种手相特征的人就容易是一个短命之人，甚至有的人会出现从小体弱多病，这样的寿命自然不会很长。也有的人会遇到飞来横祸、无妄之灾。五、生命线有十字纹。这种手纹的人天生的体质差，免疫力低下，到晚年时身体状况会越来越差，
此类人最应该在年轻时便注意调养身体，坚持体育锻炼，提高自己的身体素质，这样晚年时才不至于被病症缠身。6. 感情线杂乱无序。这种手纹的人多多少少会有些心脏方面的问题，需要特别注意心脏方面的保健。而且这种人大多性格容易急躁，在日常生活中情绪的波动起伏也十分大，常常会被一些烦恼所困，生活中忧愁的时候多，快乐的时候少。想要生活顺畅，活得久一些，在平时需要多看开一些，凡事少些斤斤计较。3. 长寿的手纹特征。1. 手掌有星纹。手掌有星纹是寿命长的手相，一般手相能看出寿命是我们较常见的一种说法。手掌有星纹的人心态好，他们会以一种好的心态来面对生活中所有发生的事儿，或好或坏他们也都可以接受，让他们不管遇到什么问题时都不会因为急火攻心而产生疾病。寿命长短跟心态有一定的关系，心态好，寿命自然会长，所以这是象征寿命长的手相之一。2. 生命线中有水星线。手相中最好的生命线是绵长、深厚、红润的，就像一条奔腾的河流，气势磅礴。发源如果是位于大拇指和食指中间，逐渐流向掌底，这样的生命线代表着顽强的生命力，不易患病，能长寿的手相特征。长在生命线旁边水星线的线又称作第二生命线，出自生命线的水星线一般预示此人身体各脏器运转良好，呼吸和循环都很正常，是健康长寿的体格。此外，运势和事业都顺顺利利，没有坎坷，是典型的长寿的手相，可以长命百岁，一辈子好运。如果你有这种手相的话，说明你的运势很好。3. 生命线伸长。生命线本身就与一个人的生命力、身体健康、寿命长短等方面的信息是相关的，所以想知道一个人的寿命是长是短，可以从生命线的纹路中看出来。如果一个人的生命线很长，生命线的纹路非常的清晰，生命线粗而深，这样的生命线意味着生命力顽强，是一个体格强健、身体健康的人，很少会被疾病困扰，有非常好的健康状态。也因为这样，他们的寿命往往比别人更加长一点。4. 贵人线交叉。贵人线呈交叉状，纹线深且清楚，这种人白手起家，不仅可得功名利禄，寿命还非常的长。如果贵人线搭配上太阳线，有此手相者会一生平顺，没有病灾，可以名扬四海，多子多孙，至少可以活到90岁。5. 三角纹。手掌上的手纹有几条线构成三角形的纹路，便是三角纹。一般来说，手相中出现三角纹并且形态清晰的话，属于吉利的手相。若是手心中有一个很大的三角纹，代表一生平顺，身体健康，抵抗力强，就连感冒也很少。6. 米字纹。米字纹手相会出现在我们手上的很多地方，比如说大拇指头上有米字纹，整体来说运势比较好，呈上升的趋势。天赋方面趋向于艺术以及心理学，事业上的成绩很大，待人和善，追求平淡的生活，不会计较名利及金钱，同周围人的关系都很好。他们不仅有着非常好的命运走势，还有着很长的寿命。手相是人体的重要组成，手纹的变化跟身体的健康也有很大的关系，但还需要结合其他方面来看，如面相、志向等方面，这样才能真正看出一个人的寿命是否长短。命水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，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汁迷你讲堂。今天小编主要给大家讲讲如何通过手指算命识人。小编前几天给大家讲了面相算命的方法，今天小编想通过手相教大家如何算命识人。大家可以伸出的手来看一下，通过手相算命的话，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根据手指间隙、长短、关节形状以及曲直程度来看。今天小编就从这些方面教大家如何看手相知命运，简单易学，大家可以了解一下。
开始教学之前呢，小编先带大家看看5个手指各自代表什么含义。拇指表现一个人意志强弱和判定力。拇指大而浑厚的人品格高尚，健康长寿，且一般居于领导地位。因边动着手边跟他人聊天的人，表示其警戒心很强，不容易上当吃亏，所以边动着拇指边向他人进谏的人，表示他存的不是真心。出生后数天仍然把拇指握在其他4指内的婴儿，表示其体质较虚弱。拥有厚实拇指的人，用钱的观念十分实在，不会将钱花在过分夸大的和享受的事情上，如华丽的衣服和美食，在这种人的眼中是极为不实际的。这样的人对生活的要求很简单，为人也相当务实，说一是一，不会有太多的心机。平而薄的拇指与厚实的拇指正好具有相反的性格，这样的人不喜欢一板一眼的日子，性格具有神经质的特性。假如拇指又平又短，对于理财则会有过于谨慎守旧而变得优柔寡断的情形出现。食指在手相学中通常意味着支配欲、权力欲与一个人的进取心。食指较长的人性格也比较顽强，相当具有企图心。食指过长，性格偏强硬，爱出风头。食指粗又长的人，财大气粗的性格，往往很难存得住钱。中指在5指中长得最长，位于5根手指的中心，象征一个人的命运，同时也表现一个人的思虑强弱之处。中指比普通的粗又长的人处事谨慎小心，不擅长社交活动，而喜欢独立思考的宁静生活。中指假如生得过短，则是缺乏耐性和冲动的表示。这种人必须好好约束和规范自己的感情，不然很容易做出令自己后悔莫及的事。在金钱的投资打理态度也是倾向于盲从跟进的态度，假如能获利，纯属侥幸；要是全盘皆输，将会从此一蹶不振。女性若是从第2关节起有下降性出现的话，表示会患有不孕症。无名指象征着一个人的艺术才华、人缘和财富。在4根手指当中，无名指的长度仅次于中指。一看到无名指，往往会令人想到创作天分相关的事物，所以认定它主掌一个人的才华、人缘和财富，是手相学家一致认同的。无名指长的人好赌，这样的人将钱视为身外之物。他之所以赌钱，不是由于贪财，而是喜欢追求刺激，加上个性不服输所致。无名指粗而长的人不但具有艺术家的气质，同时环境顺利，衣食富裕。小指表现一个人的社交手腕。小指粗而长的人智慧过人，善于雄辩，且具有社交手腕，缺点在于言多必失，而且容易因言语而得罪人，所以结怨招惹他人的可能性较大。另外也要小心使用权谋，共于心计，所以固然能够拥有事业和财富，但人缘却不见得好。小指的长度以达无名指的第1关节为标准，女性小指很短的话，表示其子宫很小，一辈子缺乏子女运。知道了这些后，小编就通过上面提到的几个方面问题，一一为大家讲解。首先从手指的间隙分析。1. 5指指根紧密，手掌自然伸直，手指并拢。5个手指的指根紧密着，主此人善于把握机遇，积极奋进，其往往表现出来的机敏会为大家带来极大的成功。而当今这个激烈竞争的社会，能够得到最后胜利的，大多都是这种指根紧密靠在一起的人。2. 5指指根有镂空，手掌伸直，手指并拢，5个手指指根处都有空隙，主其人漏财，对周围所碰到的事情总是小心翼翼，由于过于小心谨慎而不能很好的把握机遇。3. 中指与无名指指尖宽广，主其人性情放任，做事不考虑后果。4. 无名指与小指间隔宽广，主其人行动独立，思想上爱好自由，不过碰到事情还是能够未雨绸缪的。5. 拇指与食指间宽细广，主其人具有独立心和竞争心，颇有侠义精神，能够赢得浓厚的友情。6. 拇指紧靠食指，主其人小心谨慎，并且处处防范别人，依靠心重，成就不大。7. 食指与中指间隔宽广，主其人思想独立，不喜欢受到他人干涉和束缚。8. 4指间隔宽广，主其人不喜欢受到约束，思想行动都爱好自由。9.
四指紧靠，主其人一意孤行，并且常常自鸣自得。接着我们从手指长短来识人，大家可以低头看一下你的右手，看看是无名指比食指长还是食指比无名指长。为精确起见，大家可以借助测量工具。通常而言，男性的无名指长于食指，女性的食指比无名指长或一样长。那么具体的命运如何呢？小编来告诉你。一、无名指比食指长的人理智大过于感情，反之情感大于理智。二、无名指比食指长的人为人亲切，处事圆润，通情达理，在新的环境马上能与人打成一片，其缺点就是缺乏判定能力。三、手指长短决定交易本领，无名指相对于食指越长，你可能赚的钱越多。四、无名指相对于食指越长，这些人具有自信、爱冒险、探索性强、警惕性高以及反应快等特点。五、男人无名指相对于食指较长，更有男人味儿，业绩大大好于娘娘腔的男人。六、无名指相对于食指越长的人，在足球和篮球等烈的对抗性运动上颇有天赋。七、无名指越长，计算能力越突出，食指长的人更善于读写。八、无名指比食指长的儿童，理科成绩可能会比文科好。反过来，对于那些食指比无名指长的儿童来说，他们在阅读、写作和口语科目成绩要比数学成绩更好。九、无名指比食指长的孩子更倾向于存在极度活跃、机灵弱小的行为，食指长的孩子更有可能存在神经质、敏感等行为特征。10. 无名指长表示婴儿处于发育时期的心脏、大脑以及手的雄性雌激素更高，而食指长则表示其雌激素更高。11. 无名指比食指长的女性更具运动天分，尤其是在赛跑、足球、网球等与跑步有关的项目上，成绩更为显著。12. 无名指长的男性通常会具有更明显的男性特征，比如说在竞技体育方面表现更为突出，成绩更为优异，而在其他方面，诸如侵略性和竞争性等，也会表现得更为强悍。相反，假如是食指比较长的男性，则在生理和行为上有着不同的表现。尽管如此，他们也有着自己比较擅长的体育运动，如武术与体操的项目。13. 女性无名指过长，患有膝关节炎的风险更大。14. 食指和无名指同样长度的男性和无名指比食指长的女性，一般人均更有出现同性恋的行为。15. 无名指明显比食指长，不管此人表面多么谦逊，私底下都比较急躁、易怒、好斗、不善言辞的一面。而食指比无名指长的话，则表现出比较敏感神经质的一面，内心也比较谦逊。假如两指齐平或者差几个，则介于两种特质中间。其实一个人的运势和前程会有非常多的因素，然而大家假如能够更多的了解自身情况，更多熟悉你自己，那么至少大家会谨慎做出某些抉择，从而更好的趋利避害。第三，我们从手指的曲直看人的运势，五指最喜端正修长，最忌弯曲、杂纹、破损。如果五指出现弯曲，一般运势不利。六亲无助，手指对于一个人的性格命运有很大的关系，其中有以拇指为然，大抵来访拇指占了60%作用，其余4指共占40%而已。那么具体情况如何？大拇指弯曲变形，一般早年困苦，磨难多，并且家境不利，父母身体不佳，或者二老不常在一起。食指弯曲变形，一般带有恒心不大、信心不足，做事难以持续，还代表兄弟姐妹帮扶小，甚至不相往来。中指弯曲变形，做事没有目标，不受约束，有点天马行空的意象，容易大意失荆州的现象，思想有偏正，其心不正。无名指弯曲变形，一般容易好逸恶劳，爱投机取巧，贪慕虚荣，并且婚姻感情多波折。尾指弯曲变形，一般向外弯曲出去的人性格反叛而外向，做他的父母会加倍担心。向内驱逐，其则性格太保守内向，如小指外痞严重，婚姻不顺，晚年不佳，为子女操心多。最后，小编教大家从手指关节形状识人。不知道大家发现了没有，有些人的手指关节较为发达，仿如柿木的节状，而有的人手指平滑，甚至看不到关节。关节突出的手指中又分为2个关节特别醒目，或者只有1个关节突出的2种情况。具体大家可以往下看。
一、关节突出是哲学派类型的人的手所呈现的明显特征。靠近指甲的第一节指关节突出，表示其人有自知心，不论是理论或者行动都有自己的观念。而对于宗教或者学问、艺术，不会毫无确信就听信他人之说。当然，这种人有时爱打抱不平，有局猜疑心，经常追求理想，然而常有徒劳无功之举。二、第二指关节处的关节是表面物质，手掌具有弹力而柔软的人喜欢井然有序的感觉，而手掌显得厚实有力的人，任何事都喜欢自己来整理，否则不舒坦。三、手指上2个关节都突出的人，性格极为严谨，喜欢井然有序的事物，具有追求科学化的倾向。第二指关节发达的人是表示对物质的上要求或者利己的关心。商人或观念投机的人常见这种手指。四、手指看不出关节而圆滑的人，很容易受到灵感或行动的支配，和前述的根据知识、区别、分析而行动不同，往往受感情或者梦幻般的直觉左右。五、不论手指形状如何，手指滑溜的人给人第一印象总是品行端正、善恶分明，但是交往一段时间后会渐渐明白不可妄下断论。六、而手指根部发达的关节被称为家事关节，常见这种关节是有些啰嗦太太们的手。这些太太一个人在家时显得坐立不安，如果不把家里打点整洁，总觉得难以释怀，因而有如此称呼。七、显得瘦骨嶙峋的关节，其特性是控制狂热，而靠近食指指节的关节特别突出的人，似乎对宗教具有极深的信仰。大家可以伸出自己的手，根据小编上面所讲的，看看准不准，也可以给旁边的人看看。如果在学习过程中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，也可以给小编留言提问，小编运三风水，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。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汁命理讲堂。今天小酱汁主要给大家讲讲身体12颗晚福痣，年龄越大越有福。如果说什么样的人算是有福气的人，晚年有福气绝对是有福报的一种体现。有些人年轻的时候享受了荣华富贵，但是晚年凄凉，无人照料，或者身体不佳，甚至长期卧床等，这些都是很受罪的。毕竟人老了，很多事情身不由己，也没有精力再折腾了。而在相学中，如果身体有这些痣的人，往往在晚年都有非常好的生活。那么是哪些痣呢？今天小酱汁就和大家说说。一、下巴长痣。下巴在面相学中也称为地格，代表着一个人的子孙运、福禄运和晚年运。如果一个人的下巴长得饱满圆润或者方阔有肉的话，这种人晚福较重，晚年的生活比较幸福。若是这种下巴再长有一颗亮黑小圆的极痣的话，这种人一般做事踏实认真，头脑也非常的聪明，很有创业和经商方面的天赋，创造财富和积累财富的能力非常强，能够攒下很多的不动产，晚年有福又有钱。二、额头中央上方长痣。额头的正中部位在相学中称为天中，也称为官禄宫，代表着一个人的财运状况、祖业根基和一生的福禄状况。若是天庭部位长得饱满光洁，且正中央的少上方长有极痣的话，这种人一般头脑非常的聪明，目光长远，属于心智都非常成熟的一类人，考虑问题比较全面，也善于处理与长辈或上司的关系。祖业殷实，既能得到家中的帮助，也能靠自己的能力开疆拓土，事业财运都比较出色，一生享不尽的福禄。三、膝盖后窝长痣。腿部代表着一个人的行动力和忍耐力，而膝盖则代表着一个人的责任心。如果右膝盖长痣的话，异性缘比较差，容易晚婚，婚后生活非常的辛苦。左膝盖长痣则代表着工作能力强，人际关系好，事业上容易获得成功。若是膝盖的后窝长痣的话，这种人一般做事儿非常的踏实，而且聪明好学，理财能力非常强，年轻时便能挣下丰厚的钱财，子孙运较好，晚年富贵又幸福，一生不为钱发愁。四、背部正中长痣。在相学中，背后代表着一个人的责任担当以及承受能力，所以背部的痣大多皆为吉痣。如果一个人的后背正中央位置长痣的话，这颗痣也称为福如东海痣，
长有此志的人不仅富贵，而且还可以长寿。这种人一般心态乐观积极，做事儿认真踏实，忍耐力极强，也有着很强的责任心。从小可以得到家中的庇护，长大后可以得到贵人的相助，事业上定能有所成就，晚年能享儿女福，一生富贵。5. 肚脐后方长痣。肚脐部位代表着一个人的生命健康、聪明慧和事业财运。如果一个人的肚脐正对着后腰部位置长痣的话，这颗痣也称腰缠万贯痣。长有此痣的人大多智慧较高，行动力比较强，做事精力非常的旺盛，有着很强的学习能力，心智方面比较的成熟，而且内心善良，乐于帮助他人，人缘非常的好，一生妻贤子孝，容易获得不错的收入，也容易得到他人的尊重，越来越有福。6. 后肩长痣。每个人的肩膀后都有肩胛骨，在肩胛骨上有痣，说明此人的家境不错，从小便没有什么发愁的，长大之后更是能够积攒住自己的财富。后肩有痣的人非常的有担当和有责任心，这样的人为人老实诚恳，再加上有很强的责任心，在工作上认真负责，受到不少人的赏识后，在生活中也能够遇到自己的贵人。对于很多人来说，贵人都是可遇不可求的，有了他们的帮助，做起事儿来往往事半功倍，更容易获得成功。在财运方面，后肩有痣的人是非常不错的，不仅在赚钱方面有一套，而且赚来的钱不会轻易的花掉。后肩有痣的人会赚钱，也能守财，这样的人到了晚年能积攒下一笔不小的财富，可以说是越老越有钱。7. 腰部长痣。在相学当中，如果一个人的腰部的位置长有吉痣，更是有腰缠万贯的说法。而且通常的情况下，腰部长有吉痣的人，自己的身体健康，属于长寿之象。他们在事业上的能力比较强，个个都是妻贤子孝的主。而且在腰部处长有吉痣，此人的财运旺盛，就算是早年的运势再一般，也会有发家致富的机会。只要自己不放弃，就一定能取得成功。8. 脖子中间长痣。在现实的生活中很难看到脖子上长痣的，其实对于这种人来说，运势还是非常好的，尤其是脖子中间长痣的人，有很强的事业心和成功率。出生的环境也许并不好，但是他们能够凭借自己的努力去获得想要的成功。年轻的时候有些急躁不稳重，即使有很好的想法或者是气魄，在现实的过程中也会有很多的阻碍。脖子中间长痣的人有一个性格特点，就是不轻易放弃，因此到了中年以及以后的运势将飞速上升，名利双收，飞黄腾达。9. 嘴唇上长痣。嘴能够体现人的福禄，嘴唇有血色，嘴唇饱满，嘴型大方，这样的嘴不仅看起来就健康有魅力，而且也能反映出一个人身体和气色。好的唇形和嘴唇表现也体现着一个人口风是不是严谨，工作生活上处理问题是否做得周到细致等等。嘴唇上有痣的人，尤其是上嘴唇有痣的人，痣如果隐藏在唇纹中，若有若无，不影响嘴唇的整体美观，反而能让人一眼就被这样的嘴唇吸引，起到了强化嘴唇的效果。那么这样的痣也属于善痣。拥有这样痣的人一般都会非常会说，表达欲望很强，也善于社交沟通，但是他们该说的会说，不该说的是会点到为止的，绝对不会嘴上没有把门的，一股脑把所有的话都说出来，能分得清轻重缓急，懂得说话的艺术，知道察言观色，在表达上很有天分。这样的人不仅嘴上能说，思维意识也是超出常人的，智商卓越。因此在年轻的时候，这部分人由于心机重，看问题比较透彻，很容易在情感中表现得太过理性冷漠，可以拒绝一些人的好意，保持一定的情感距离。只有等到他们年老之后，经历了很多人和事儿之后，领悟出了生活的真谛，看开了身边的一切，变得包容接纳身边的人，才会慢慢打开心扉，迎接属于自己的新生活。因此这部分人越是年老，越是懂得珍惜生活，越是能够得到周围人的尊重，生活越是滋润踏实有福气。
10. 法令纹长痣。在相学当中，若是一个人的法令纹长有极痣，属于领导痣，而拥有此种极痣的人，往往会在事业上拥有不错的社会地位，若是从众，必定会有不错的发展。尤其是此处的法令纹大深阔，看起来就像是一口钟一样，属于天生的上等夫妻相，往往会在中晚年的时候开始发达，日后帮助自己的子女更快的发达，福泽子子辈辈。11. 耳朵长痣。耳朵在面相中代表着采听宫，也是一个人福气的外在体现。耳朵有痣的人往往做事稳妥，眼光长远，头脑清晰，情商和智商都很高。这部分人从物质上来看，年轻的时候有事业心，能够为自己晚年做好充足的物质储备。从精神上来看，这部分人内心世界充盈，即便人到晚年也不会觉得空虚寂寞。从身体素质上来看，这部分人心态良好，注重养生，因此晚年的健康也是有保障的，不会出现一些大病痛的折磨，可以享受美满幸福的晚年，属于有福气的一类人。12. 鼻头有痣。鼻头有痣的人在晚年的生活之中是有更好的福气的。鼻子属于一个人的财帛宫，这个位置有痣的话，说明本主财运深厚，财气充足，一生有花不完的金钱。从小物质条件就十分优越，可以说鼻头有痣的人从小到大直到晚年也不用操心费力，只需要享受现有的物质条件，就可以生活得十分滋润，因此他们一生都不用太出力，性格上也逐渐养成了温和、宽厚、善良的特点，待人接物周到细致，人缘非常好。因此晚年小辈儿们也喜欢和鼻头有痣的人在一起，陪伴他们，使得鼻头有痣的人晚年不孤独、不辛苦。对于这种人来说，晚年肯定是健康长寿，并且福气满满的。人的一生的运势好坏是需要综合分析的，其中包括很多方面，不必只看重志向，只将其作为一个生活的参考就好了。如果因为某颗痣的好坏而打乱了日常的生活，便有点得不偿失了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，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，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，我们下期再见。